好，接下来呢，我们剪一个发型啊，然后这个模特的要求呢是不能太短，是吧？到刚刚到脖子这里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因为他这个现在是哺乳期啊，前面掉的厉害啊，他现在把这个头发呢稍稍剪短一些，然后呢让它看起来发量前后匀称一些。那我们在裁剪的时候呢，注意啊，在后面呢要给它一个外线，然后大概剪出3:1的一个中心落点就可以了。然后注意的是后边要多打薄啊，多去发量，前面呢就不能动了啊。然后待会儿呢，前面我会给它剪一个刘海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开始做一个前后分区。那剪到后边外线的时候呢，让顾客低头配合你啊，否则的话，你剪完这个线容易翘。好，我们在后面枕骨的位置呢，左右分开，分出上下分区。那这一区呢，其实没有什么用的啊，就是它后面比较厚，我现在要切一个外线，全都放下来呢，又太厚啊。好，来看一下它下部呢，头发有卷。这些有一些逆长的，我们先剪掉啊，有个旋。我们在下边呢，先做一个外线。啊，这个没什么质量标准啊，把它剪平就可以了，两边对等啊。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下边呢是很翘的啊，自来弯很严重。那假如大家要长改短，不知道怎么去修剪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按照你想要的长度比例先定出来。好多发型师呢可能会修啊，不会改，对吧？那你如果在你想要的长度上先设定这样的一个外线，那在这个长度里你修型啊，你会发现简单的多。所以呢，有的时候剪发呢，你考虑的太多反而不好。那现在这个发型，我现在就要剪到长度就到这里，那我把所有的长度全定在这里，在这个长度上，哎，我把它修出一个发型来啊，这样呢是不是很简单了？好，可以啊，这样呢，我们先定出一个长度，先不管它对不对称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现在没有一个标准，我现在就单单的把它设定在这个长度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设定一个重心落点啊。那在头顶呢取一束头发啊，然后呢找到头顶的高度到外线的长度一半的位置啊。那如果你把这个重心设定到这儿呢，就叫2:2，对吧？那我们再找到一半的位置，设定到这里。那现在呢，我修剪的是一个3:1的比例啊，就是有层次的占1份，没有层次的占3份，好吧？然后呢，我是略微放长了一点点啊，因为它的头发呢有自来弯，弹性很大啊，我怕剪好了之后呢它又弹上去，所以我放长了一些。接下来整个后区啊，整个后区我们采用1点放射的方式啊，好，中间第一片。梳起来，让客户低头，我们拉平啊，这样就微微低头就可以啊，来拉平，
这样呢，我们修剪了头发呢是上面长下面短，它还属于一个堆积。注意小刀口啊，逐渐降低角度，向里去收啊，一直收到跟我们底线的长度进行连接。边剪边降低啊！现在我们在做一个内部堆积。那之前理论课跟大家分享过了啊，堆积呢只有2种，一个叫外部堆积，一个是内部堆积啊。外部堆积呢堆出来就比较厚重，内部堆积呢就比较自然柔和。那它头发本身后面就很厚，所以呢我们不适合再去剪一个外部堆积来增加它的宽度。好，继续。那左右呢随着头型走。它的头型很好啊，就不需要我们左右的去提拉或者去修饰，直接随着头缘走最简单。好，继续一点放射，注意每一片，你把剪过的呢要多带，没剪的要少带。那我的线上课里呢，所有的模特都是随机的啊，我之前从来不看模特的，所以呢，这种客户呢是最接近大家在发廊现场当中碰到的客人，对吧？好，继续随着头型走，一直连到下边最短的。你这边还有一块。感觉剪头发不挺难，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好。继续。到两边，来，耳上的位置啊，如果你直接剪就会剪短。接下来我们降低角度向前拉啊，你不要把底线的长度破坏，你这个长度呢就不会动得到。这边方法相同，还是一点放射。边剪边降低，那最终呢，我们切口呢是偏圆弧形的啊。继续。好，先拉平，降低，再降低。随着头型走，到这边耳上了啊，然后我们降低向前去带，这样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向前的推力。
然后我们看一下两侧的长度是否对等啊，两侧对称呢，我们就可以向下去修剪了。这是后边剪好的。把前面的长度呢夹在耳后，然后根据外线的长度先把它定出来。然后我们再把前面的角磨掉，这样呢前后就进行一个连接。大家看一下，好，这边呢往那边歪头啊，对，这边方式一样，跟随底线的长度，好，先定好。因为你把前面夹到耳后了，当你自然熟下来，下边会有角。这样呢，我们把这个角磨掉，那这个底线呢就完全的连接。站在前侧看一下两侧是否对称。那如果对称呢，继续向下修剪啊，跟随后边的导线。好，在侧发区取出邻近的导线。重复刚才的技巧，先拉平，向下降低，再向下。那无论你怎么剪，不要把底线的长度剪到啊，否则的话，你刚才的底线就白剪了。那你一旦把底线剪缺了，剪到了，那你后期会影响你的外形啊，你的底线就不够流畅。啊，继续，你看啊，如果你顺着导线剪，你的外线100%短，到这个位置呢，你看降低，只要你把角度降低，手位稍稍的一变化，跟着导线剪就不会把它剪短啊。再降低。那我们商业裁剪这个板块里呢，大家发现剪头发是比较简单的首先你得对咱们基础课程有一定的了解。基础课程里为什么那么繁琐？它是一片一片修剪的它是提升你基本功的。在你基本功得到一个很好的练习之后，你就可以这样去进行商业的裁剪的一些变化。那如果你的基本功不到位的话，你是没法进行变化的。好，继续，头尾端正啊。好，这样呢，我们侧发区也剪好了。剪好了之后，在头顶向上拉做一个曲角。
好，接下来我把它刘海区分出来，它的刘海区呢已经掉的剩少量的发量了没有多少了。那我们直接就剪掉很少的长度，向前。好，我们剪好之后，放在它脸上去观察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长度？因为呢，现在是湿发啊，那如果干了呢，它这些短的毛的，它会起来一点点，所以呢，这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啊，也不需要剪得太短。那这边的长度就定好了啊，另一侧方法相同。好，定好以后，斜向后，以刘海为长度，一直连到耳上点的头发，全都向前去带。好，向后去连接，长与导线的全都剪掉。好，接下来这一边，以刘海向下划分，划分到耳上点。好，向前靠。这边一样，长与导线的全都剪掉。好，这时候前后呢，我们去做一个连接。打磨一下啊，你剪不掉多少头发呢？就在侧发区横向提拉，点剪。好，这样呢，我们的结构部分呢，大概就先剪好了。接下来我们采用无痕压剪，先把发量去一下。下边的头发呢，先柔和发尾。那现在看到课程呢，可能你有这样的疑问，说客人有这样的卷儿啊，他会不会影响啊？其实不会的。那他有这个卷儿，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把它剪直了，对吧？那大家想想看，上面的头发没有卷儿，
那它落下来会不会哎把它压贴服一点点啊？但是这种呢，你要整体烫发也可以啊。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裁剪的技巧啊，所以呢，我觉得问题不大。你看，逐渐到上层了啊，逐渐到上层它就开始变直了，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它下面这个位置经常扎辫儿啊。那剪了这种头发呢，它如果长时间的不扎，这个弯儿呢还会回来啊。柔和发尾。那一侧呢，方法相同。因为我这牙剪去量特别少啊，所以呢，我抓起来打个5、6下，那要看你牙剪去量的多和少，决定了你下刀的次数。啊，你看到顶区了，头发就完全变直了，没有直来弯了。顶区呢，我们用调剪的方法啊，目的是让剪切线呢别在一条线上啊。你看我这样调剪呢，每次下刀都不在一个点上啊，所以它不会形成一个打薄的线。这样呢，使发尾更加的自然，因为它头顶呢是整个发型的表面。好，我们在湿发的状态呢，就是进行柔和，待会儿吹干了才能进行调亮。到侧发了啊，侧发呢我们就不要去打薄了啊，就打一下发尾就可以了。好，这边方法相同。好，这样呢，我们发尾呢先柔和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头发做一个基础的吹风，吹干了之后，我们进行调亮。好，刚才呢，我们对这个头发呢做了一个基础的吹风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柔和，检查一下就好了。因为刚才我们牙剪已经柔和过了，如果拉起来发尾还有过厚的地方呢，我们去点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呢，我们就可以继续了。
好，从后面开始斜后，在后面呢点剪去亮，当然你用牙剪也可以啊。我们把剪过的齐的边线啊，把它柔和掉。让它贴服一些。好，再分出第二区，垂直啊，在里面做点剪的修饰。越到后面呢，就越接近发梢。你要前边打的多，后边打的少，这样呢减少它头型的宽度。好，上面这层。人图自恋有缺陷。好，这样看起来呢，这个位置呢就柔和多了。那另一侧呢，方法相同。好，另一侧方法相同。当然，这底区呢，如果你不好剪，你也可以采用牙剪啊。那用什么剪刀呢？其实都是一样，最终结果达到了就可以啊。滑剪。那我这把剪刀呢，是专门修饰用的，实际上它是不快的啊。大家也要准备一把不快的剪刀。如果过于锋利，你这样的滑剪呢，容易把头发剪断。如果你新的剪刀，就剪矿泉水瓶啊，让它变得别那么锋利，就很好用。但是它是专用的，它不快了，剪结构呢就会打滑。好，这边方法相同啊，在耳上的位置呢贴近发根，越往后呢越靠近发尾。好，继续。头顶的位置呢，继续做点剪。那这样打薄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剪刀张合的程度就可以控制好你去亮的一个程度。啊，我喷一些蛋白的喷雾啊，防止它静电。好，侧面。歪头啊，歪头，对，这样啊。好，下边呢用滑剪，把过后的这个侧发区呢做一下薄，因为侧发区鬓角的位置厚了，看起来呢两边太宽。当然，你也可以采用胖胖剪去滑剪啊，都是可以的。
继续。好，另一侧。先柔和发尾。好，继续。那我们这种短发打薄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下边多去，上边少去，前边多去，后边少去啊。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你打薄的时候始终记得，对，歪头，对，往那边倒就可以啊，对。要不这个角度我看不到。好，前面它的发际线呢长得不太规则啊，我们把前面的修饰一下。好，往那边倒，对。这样呢，让它的发际线变得规则一些。好，那接下来如果看起来头发还是厚怎么办？我们只能用5%的压剪在里面进行贴根调亮啊。那它的头发呢用不到，大家演示一下。那如果你觉得还厚啊，你可以用这样去量非常非常少的这种压剪啊，在根部进行调亮。每一次呢，它掉不了多少。这种啊，但是他的头发呢是不用的。好，低头，对。我们最后呢，把后边的毛躁的用徒手剪打一下就可以了。外线再修整一下。好，那这样呢，我们这个发型呢，剪到这里就完成了。那待会儿呢，我给它再吹一下造型，把两边呢吹得卷一些，上边呢吹得再蓬一些啊，这样呢我们就拍一个照片就好了。那这个发型到这儿呢是完全是没有造型了，刚才呢就自然一个吹顺啊。然后它这个头发呢需要回家过一段时间呢，下面的自然弯呢就会开。那唯一的
唯一的缺憾呢，就是它前面这个刘海太少了啊，我没有办法，掉没了，掉光了啊。好，那今天呢就这样啊，我们下一期再见。